老太太在心里腹诽：命里无时莫强求呀，命中无女，怎么调理也没有用。她的儿媳妇们当初不也调理过，结果还是生的儿子。命里无女，哪怕用高科技生了个女儿，也养不大。像战家的祖辈，当初是有个女儿的，结果夭折了。如果要承受失去的痛苦，还不如不曾拥有过。拼一拼二胎，还是有点希望的。老太太当然不会说丧气的话，君家虽说也是阳盛阴衰，却比他们战家好太多的。说不定商小飞有机会生女儿呢。奶奶，奶奶！战印夫妻俩后面走到的，两人都叫了老太太一声。老太太都不看孙子，先看海童，说道：出去玩了几天，晒得有点黑了，你没有做好防晒措施吗？有时候只是出去逛一会儿，就没有做好防晒措施，很黑了吗？海童笑着问好友们：我现在像不像从非洲回来的？商小飞说道：那能这么夸张？只是比平时略黑了一点。沈小军则是说道：战印。战奶奶话里的意思是提醒你该给彤彤送几套美白的护肤品了。海童连忙笑道：别送，我的护肤品太多了，用都用不完。那些大品牌只要有了新品上市，都会给他送几套试用，能得到战大少奶奶说好用。他们的新品都不用愁销量，丈夫又3不5时送几套给她。海童笑道：我就一张脸，用不了那么多的护肤品，老公，你千万别再买护肤品哈，用不完，过期了都要扔掉，又觉得好可惜。稳坐战家大少奶奶多年，海童骨子头的那股朴素还保留着，并没有因为钱包涨了就扔掉了一些生活习惯，节省不了都不能浪费啊。战一笑：我已经买回来了2套，想着你出去玩多少都会晒黑一点，提前就买好了2套美白的护肤品。海童轻斥他乱花钱，嘴角的笑容却压不住。老夫老妻了，战印依旧爱他如命，宠着他。一行人有说有笑回到了中心主屋，海童带回来的那些手信也到了，他让管家帮他将所有手信送到每个人的手里。朋友们都收到他送的手信。沈小军说道：彤彤，你太有心了，带娃出去玩还给我们带了那么多的手信，吃的都很好吃的吧？放心，我尝过味道才买的，不好吃的我不买，吃货是懂得吃货的。沈小军笑眯眯的：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回家就开吃。大哥，贝贝。大人们说话间，就听到了外面传来小孩子们的叫喊声，一声接着一声，是景琛他们来了。战牧尘很开心，有一段时间没有见过小伙伴了，他立即撇下众人，起身就往屋门口的方向跑去，迫不及待要和小兄弟们碰头。哥哥，哥哥！身为跟屁虫的贝贝，自然也听到了哥哥们的叫喊声，他也很开心，想跟着大哥跑出去。老太太适时的将他放下的，笑道：快去吧，慢点儿，别摔着。他又吩咐贝贝的保姆跟着小丫头，别让他摔着了。贝贝还没有跑到屋门口，就被先进来的二哥哥抱住了。贝贝，贝贝！几个当哥哥的可稀罕唯一的妹妹了，一窝蜂涌过来。战景琛第一个抱起贝贝的，他的孪生弟弟马上就跟他抢，他不让弟弟抱走妹妹，嘴里哇哇叫着：战景旭，你别抢，我才抱到妹妹，你这样子万一摔着贝贝，小心你的屁股，害妹妹摔着的话，都不用大伯教训弟弟，他们的爸爸妈妈就先出手了。爸妈可喜欢妹妹了，总说妹妹可爱又听话，不像他们兄弟俩那么调皮。总之在爸妈的嘴里，兄弟俩惹人厌得很。不过妹妹的确是很可爱，他们也很喜欢妹妹，在幼儿园里经常跟小朋友们炫耀自己的妹妹很可爱。哥哥，你让我抱一抱贝贝吗？我可想贝贝了。贝贝，来，让三哥抱一抱，你说想让三哥抱一抱。战景旭跟着哥哥后面转着，
数次想从哥哥怀里抱过妹妹，又哄着妹妹要他抱，只要妹妹要他抱，哥哥就算舍不得也会让他抱的。妹妹说话比他们都管用。二哥哥，你放下妹妹吗？我们也想和妹妹玩。战景琛一个人霸占了妹妹，几个弟弟都围着他转，要求他放下贝贝。5岁大的孩子抱孩子也抱不了多久，很快战景琛就觉得手累了，但他还是舍不得放下妹妹。战牧尘看出二弟累了，赶紧上前一把就抱过了妹妹。他是贝贝的亲大哥，又是弟弟们的大哥，由他抱过妹妹，几个弟弟们都不敢说什么。三哥哥抱贝贝，满足战景旭的愿望。被自家大哥抱过去后，他朝战景旭伸出双手，让战景旭抱他。战景旭马上笑咧了嘴，马上就从大哥怀里抱过了妹妹。抱到妹妹后，他担心被弟弟们抢走。虽说弟弟们还小，抱不动妹妹的，但他们还是很想抱一抱妹妹，所以他抱着妹妹甩开了兄弟们，快步走向大人们，最后选择在妈妈身边坐下。妈妈，妹妹我抱来了。他一坐下，怀里一空，妹妹就被他妈妈抱走。贝贝，三婶可想你了，告诉三婶，你想三婶吗？乔涵抱住可爱的小侄女，忍不住就在小侄女的脸上亲了一下。贝贝2只小手搂抱住她的脖子，也回亲她一下。小丫头的亲吻轻轻柔柔的，亲得乔涵的心都化了。挨着老婆而坐的战三少爷很自然地凑过来，摸摸侄女的手，摸摸侄女的脸，或者摸摸头发，总之他就要逗着小侄女。老三，你们2胎也拼个女儿吧。战印提议。看到大家都抢抱他的宝贝女儿，战印有点酸溜溜的，大家都在的话，他这个当爸的有时候都抱不到宝贝女儿。若是弟弟们都能生到女儿，就不用跟他抢女儿了。这是他夫妻俩拼到的女儿，又不是为他们拼的女儿。现在战印能够理解及体谅当年的叶君博了，那会儿连他都想抱君言回家养着。已故的君老太太只要看到战老太太过去，就将曾孙女看得牢牢的，是真的害怕战老太太会偷偷抱走她唯一的曾孙女。叶君博的那些堂弟们婚后生的娃也都是儿子，跟战印的弟弟们一个样。叶君博夫妻俩又比战印夫妻俩幸运一点，他们第1胎就儿女双全，不像海童还要拼2胎才儿女双全。不过对于战家的女人来说，2胎能够儿女双全已经很幸运的了。没看到三太太年轻时连生4胎都未能如愿生女儿吗？大哥，要是2胎一定能生个女儿，我们很乐意要个2胎，但那种几率并不大。鉴于我们祖父母辈的经验，我们生2胎很有可能还是儿子，所以还是算了吧。如今这2个小子都够让人头痛的了。战浩宇本人都不想要2胎，更不用说乔涵了。虽说我没有女儿，但有个侄女也很不错了，打破了咱们家是和尚庙的惯例。战浩宇是想着他生不到女儿，但他有2个儿子，以后能拥有孙女的几率会大一点。反正和尚庙的惯例被贝贝打破了，说不定后代们就不会一直生儿子。贝贝，来，让二婶抱一抱。宁云初对这个侄女也稀罕得很，他还是想再生一个孩子的。等乐乐再大一点吧，他就回头生个2胎。2胎是儿子还是女儿，他顺其自然。不论儿女，都是他和战一晨的孩子。贝贝朝二婶伸出了双手，要宁云初抱他。这个时候，宁云初的手机却响了。他接听电话时，贝贝就被商小飞接过去。战一晨凑过来问老婆：“谁给你打的电话？”“你小舅子。”战一晨哦了一声：“天磊有空吗？叫他过来一起吃饭。”对于小舅子，战一晨还是很照顾的。宁天磊大学毕业后便进入自家公司上班，从基层做起，到现在他已经成了公司的中层管理。宁云初计划等2年就将属于弟弟的那些产业交还给弟弟，他不会再帮他打理。身为宁家唯一的儿子，他要挑起他自己的责任。
虽说他父母对宁云初伤害太大，还害死了他的亲爸，他们已经得到了法律的惩罚。弟弟又是从小都护着他，替他说话。宁云初从来没有迁怒过弟弟，父母给宁天磊的财产，他也不会霸占一分，他只要属于他的那一份。至于妹妹宁思琪的那一份，是在弟弟手里的，父母交代过不要给宁思琪。而宁思琪多年前逃离管城后再无音讯，宁云初也没有去打听过。他和妹妹永远都不可能和解。宁思琪在外面是生是死，他不管，只要宁思琪不跑回来搞破坏就行。倒是宁天磊花了不少钱请私家侦探去打听二姐的下落，但没有打听到，也不知道宁思琪藏到哪里去，或者可能已亡。毕竟宁思琪背刺了龙先生，龙先生心狠手辣，怎么可能会饶了他？听说当年跟在宁思琪身边的2名保镖被龙先生处置了。龙先生不是记恨他们和宁思琪有染，而是恨他们背叛了自己。宁思琪逃跑，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放任宁思琪卷钱逃跑，就是背叛了龙先生。对于背叛自己的人，龙先生怎么可能手下留情？那2名保镖的坟头草都生得老高了，所以宁思琪也有可能不在人世了。这一点宁云初并没有和弟弟说，免得弟弟难过。宁天磊很善良，很在乎手足情，对2个姐姐，他其实都是一样的感情。宁云初接听了弟弟的来电，天磊，怎么了？大姐，你现在哪里？在山庄里，怎么了？找大姐有急事。宁天磊支支吾吾的，大姐，我有件事，也不是急事，就是……宁天磊想说什么就说，别在这里支支吾吾的，大姐不喜欢你这样。被大姐一顿说，宁天磊说话就利索了，他一鼓作气地道，大姐，我有个大学同学在我们馆城工作，跟我一直都有联系，他听说了游游山庄的美，想去参观参观。我不敢轻易答应他，便问问大姐能不能让我带着他去你婆家参观一下。宁云初没有马上答应，而是问道，你那个大学同学叫什么名字？跟你一直有来往，是同学情、朋友情，还是还有其他关系？游游山庄不是旅游景区，不对外开放，与战家关系极为亲近的人来了，都还要经过同意才能入内，除非是战家的亲家，关系特别亲近的，才能自由出入游游山庄。不过那些亲家也不会经常来打扰，就算要来，也会提前打电话给老太太，通知到位了，到了说好的时间才会过来。用宁云初的话说，游游山庄是战家的家，是住宅地，并不是旅游景区，交了钱就能入内参观。宁天磊沉默了片刻后，老实地答道，大姐，他叫李诺，我和他一直都有来往，关系很好，我喜欢他，不过还没有表白，他还不知道我对他的感情。李诺现在哪家公司上班？工作能力如何？人品如何？听到弟弟有喜欢的人了，宁云初嘴角都带着笑意。虽说弟弟的父母尚在，但他们在坐牢，失去了自由，压根儿无法替宁天磊操心人生大事。长姐如母，他这个大姐就操心了。宁天磊只比战家老九大1岁，才20出头。宁云初口头上跟他说过，若是遇到人品好的女孩子，可以放心大胆的去追求，他不会有门户之见，只要求弟媳人品好。当然了，原生家庭也要过得去，可汗有娶个伏地魔回来。宁天磊自己打理他的家产，他个人资产破亿，容易被伏地魔家庭瞄上，当成提款机，所以他跟弟弟强调，未来弟媳必须人品好，人品不行的，哪怕女孩子长得再漂亮，他都不会同意。他在商事集团上班，能力还行吧，如今已经是商事集团的中层管理了，跟我一样。他人品不错，要是人品不行，我早就和他断了来往。